昊天境外的人终于明白了一切，原来你才是被害者。北冥女帝林若雪整个人都失了魂，原来十恶不赦的是他的父亲，这一切都是父亲的谎言，他竟然也是杀害母亲的罪魁祸首。其他修仙大佬纷纷叹息，虽然莫离日后成了为祸苍生的幽冥魔帝，但至始至终对北冥女帝这个徒弟没有任何亏欠。世界上所有人都能骂幽冥魔帝，唯独北冥女帝没这个资格。一旁的太阴女帝看着情绪崩溃的北冥女帝，神色没有丝毫变化。当初她遭遇受伤的你时，你的表现就如同画面这般善良仁厚，可自从你知道她是传说中的太阴神体之后，一切都变了。你不仅将她禁锢在身边，每日吸取太阴之气修行，更是为了保密，将她全村175口人全部屠杀殆尽。这时，北冥女帝双目失神，她看向诛仙剑阵中的你，满眼泪花。为什么师父你不告诉我事情的真相？说完，猛地朝诛仙剑阵内冲去。林若雪竟想趁着众人疏忽大意，趁机就走你。瑶池女帝早有所料，故意打开诛仙剑阵，将北冥女帝一起关了进去。林若雪知道自己一个人不是其他6个女帝的对手，她只是想陪陪你这个师父而已。不过她还有个遗憾，就是没找到那个神秘的哥哥。若是还能再见哥哥一面，她死也无憾。瑶池女帝继续催动昊天镜，显示你接下来的记忆。自从林若雪逃出灵府之后，就被一帮流氓盯上。你为了不让她受伤害，戴上面具救了她。林若雪心中满是仇恨，再一次求不知身份的你，收她为徒。事实上，你因之前泡药浴的关系，体内毒素积聚，已是将死之人。教会林若雪功法后，既可以让她杀了你了却仇恨，也可以让她在乱世中也有自保的能力。你答应了收徒的要求，但林若雪只叫你哥哥，因为每次叫师傅时，她就会想到让她家破人亡的师傅莫离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戴着面具的你一直保护林若雪，每次寻找药材回来时都伤痕累累。林若雪不知不觉爱上了你这个大哥哥。10年后，他终于学有所成，下山报仇。他和你约定，只要报仇回来，就一生一世在一起。你也知道，已经到了结仇恨的时候了。林若雪下山后，你摘下面具出现在他身前，被他一剑刺穿后，掉入山崖，跌入河中，被水冲走了。昊天境外，北冥女帝早就控制不住情绪，彻底泪崩。原来她数千年来辛辛苦苦寻找的哥哥，竟是她恨了一辈子的仇人，而她竟亲自联合6大女帝抓了你，还把你打成如今这副样子。不过她不明白，你是怎么变成为祸苍生的幽冥魔帝呢？诛仙剑阵外的太阴女帝回忆起了什么，叹息一声。记忆继续播放，一个叫唐菲菲的少女救了你，将你带回村后，好心救治。画面外，大家都认出来，这个人就是未来的太阴女帝。突然有一天，来了一群马匪，他们看上了唐菲菲的美貌，想带回去做压寨夫人。关键时刻，你操纵柴刀当飞剑，把马匪们统统干掉。唐菲菲被英雄救美，再加上你长得帅，时间久了对你芳心暗许。唐菲菲的父母也希望能一边拜师学习，一边和你培养感情，而你也希望就这样平淡的生活下去也不错。昊天境外众位修仙大佬都纷纷点头。原来幽冥魔帝也有铁汉柔情的一面，只可惜人是会变的，在利益面前，所谓的真情显得那么不堪一击。太阴女帝唐菲菲看着这一幕也有点动容，不过她很快冷下了脸，因为之后就是罪孽的开始。昊天境中过了数年，她终于踏上了修行路，并觉醒了极为罕见的修炼天赋——太阴神体。这种体质是世间最好的疗伤和修炼神体，而你就是因此杀了她全村175口人，并她囚禁在身边。唐菲菲不明白，她连命都可以给你，为什么你要这样做？北冥女帝不相信你会做出这种事，她认为世间种种关于你的谣传一定有所隐情。太阴女帝不禁笑了，她全村175口人难道都是自杀的吗？就在这时，虚空泛起一阵涟漪，一个火红的身影出现在众人面前，是天火女帝。没想到她也来了。天火女帝是7大女帝唯一拥有国家的人，由她带领的天火神国是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。她看着昊天境内你的记忆，此时昊天境内，唐菲菲虽然觉醒了太阴神体，可她的母亲一点都高兴不起来。有天，她悄悄把你拉到房间内，说起原因。原来她来自一个上古修仙家族，第1代老祖觉醒太阴神体后堕入魔道，太阴神体也受到污染，变成了太阴魔体。原来每一代太阴神体都会沾染魔性，变成魔头，成为没有人性的杀戮机器。如今他见到女儿也觉醒这种体质，担忧不已。昊天境外3界众人都懵了，太阴女帝的确是太阴神体，也未有过入魔之事，难道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和幽冥魔帝有关吗？太阴女帝唐菲菲也皱了皱眉，她从不知晓太阴魔体
从始至终，他都认为自己是太阴神体。北冥女帝呵呵一笑，她就知道师傅定有隐情。昊天镜中，你得知太阴魔体后，就禁止唐菲菲继续修行。唐菲菲虽百思不得其解，但还是答应了。就这样，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但你并不知道，唐菲菲为了治疗你身上累积的毒素，瞒着你偷偷修行。只要能救你，哪怕是让她付出生命，也心甘情愿。就这样1年过去之后，唐菲菲偷偷将你体内的毒素去除大半。你也发现，不知什么时候她居然已经修炼到比你这个师傅还厉害。你很疑惑，为什么她没有受到太阴魔体影响？昊天境外太阴女帝也不由松了口气。